这套防空导弹系统本是乌军战机与侦察无人机的重大威胁，而海马斯的任务就是为乌军航空兵扫清空中障碍。第一枚导弹摧毁了雷达天线，第二枚精准击中发射系统。随着拦截威胁解除，乌军战斗机突入俄方领空，摧毁了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武器仓库。任务完成，空中支援侦察部队与海马斯的协同配合天衣无缝。海马斯的最后一个目标是一套先进的 BM-21冰雹火箭炮，它正全力向乌军开火，试图阻止乌军对俄军阵地发起反攻。海马斯发起攻击，火炮威胁被彻底清除，乌军士兵得以继续推进。海马斯表现出色，将搭载的6枚导弹全部发射完毕，随后返回安全隐蔽点进行装填，为下一次任务做准备。但在此期间，俄军情报部门一直在追踪这台海马斯的动向，并将坐标传回总部。海马斯成员下车休息，等待新的弹药送达。俄军知道海马斯暂时不会移动，于是下令向目标发射导弹。这次发射来自俄罗斯领土境内约483公里外的位置。20分钟后，导弹抵达目标区域。画面中，你能看到这场战争里首次成功击中海马斯的场景。这次俄军侦察行动表明，在战场上必须比对方快一步。你去做什么？不过，这台海马斯给俄军造成的破坏与混乱，远比俄军摧毁它所获得的收益更大。但战争就是如此，这台海马斯再也无法执行下一次任务了。幸运的是，海马斯成员当时在爆炸区域外得以幸存，随后立即撤离。海马斯这些卡车正前往前线，为俄军运送坦克与火炮急需的炮弹。俄军迫切需要这些弹药突破乌军防线，但仅仅一枚海马斯导弹就打乱了俄军整个后勤部署，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弹药在爆炸中化为乌有，碎片四散飞溅。俄军原本计划在顿巴斯发起的主动进攻，如今只能搁置，弹药补给链彻底中断。海马斯完美完成了任务，俄军将领下令定位并摧毁这台恼人的海马斯，一套侦察系统随即进入目标区域，操作员搭建起移动追踪点，升起雷达天线，同时准备好猎户座时无人机执行监视任务。猎户座升空，搜寻海马斯的行动正式开始。经过数小时飞行，俄军终于发现目标，随即把坐标传送给打击部队。Ястреб, я Волга, квадрат 3327. Принял! Расче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номер 1 к бою! 这套导弹系统进入发射阵地，准备发射火箭弹。与此同时，海马斯仍在继续执行猎杀任务，下一个目标是2个关键节点。2套俄军最精准的火炮系统，这2套火炮系统进入阵地并开火，试图阻止乌军向俄军发起进攻。Let's fall back. Retreat. Retreat while there's smoke. Come on. 乌军侦察部队提供精确坐标后，海马斯发射2枚导弹。看看每枚导弹的命中精度。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已成为乌克兰手中最关键的战局改变者之一。自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这套系统以来，乌军凭借它给俄军造成了重创，摧毁了俄军的指挥中心、弹药仓库、铁路基础设施与桥梁，严重扰乱了俄军的补给链。俄军将领定下了一个艰巨目标，就是定位并消灭所有海马斯系统。与此同时，俄军正消耗着数十亿美元的资源，损失着难以补充的稀有高价值装备。看看这套威力强大的火炮单元如何摧毁乌军战壕。阿若记者，能不能活下来全靠运气。完成任务后，这套火炮系统转移到隐蔽位置，等待下一项指令。但乌军情报部门追踪到它的坐标，并将信息传送给海马斯部队。价值200万美元的装备，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被炸成火海。另一套独特的俄军地空导弹系统发现了一架乌军侦察无人机，并精准将其击落。爆炮！但在无人机传回的最后画面中，由于履带留下的痕迹暴露了地面，这套系统的准确位置被清晰捕捉。海马斯操作员与情报部门决定对该地点发起打击，导弹精准落在这套系统旁，弹片击中了它的弹药。最终，这套价值700万美元的系统连同训练有素的成员一同被烧毁。这是俄军最常用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在对乌军阵地发起攻击后，它迅速撤离。这辆车机动性极强，几分钟内就隐蔽进林带中。
但侦察无人机与海马斯团队创造了奇迹，海马斯发起精准打击，将其炸得粉碎。这套系统名为龙卷风，它正将一座阻挡俄军推进的乌克兰城市夷为平地，房屋沦为瓦砾堆。耗尽火箭弹后，龙卷风前往装填点补给，而侦察部队迅速将其坐标传送给海马斯。2枚导弹精准袭来，这台致命武器被彻底摧毁。另一套俄军先进系统负责控制帕科夫斯方向的制空权，其任务是阻止乌军直升机、前线战机与侦察无人机进入该区域。它让乌军侦察兵极为头疼，失去无人机支援的乌军如同失明，无法观察战场情况。这已是当天被他击落的第6架无人机。幸运的是，这架无人机在被击落前侦测到了该系统的位置，坐标被传送给海马斯，2枚导弹随即向目标发射。然而，由于对战场态势掌握不足，视野受限，乌军起初并未发现这套用于保护部队与设施免受空中攻击的地空导弹系统。该系统操作员发现其负责区域内有2枚海马斯火箭弹高速飞来，立即发射1枚地空导弹，仅摧毁了其中一个目标。而第2枚海马斯火箭弹继续飞行，最终击中目标。这套曾多次击落乌军无人机，让乌军失明的独特系统彻底被摧毁。威胁解除，乌军侦察兵终于能让无人机升空。俄军意识到掩护已消失，试图将另一套同类系统藏进林带。1天后，乌军锁定其位置，并将精准坐标传送给海马斯部队。海马斯完美完成任务，摧毁了这套价值2500万美元的系统。那么，俄军有什么能对抗海马斯的武器呢？俄军拥有大量多管火箭炮系统，其中机动性最强、应用最广的是 BM-21冰雹。这套系统配备40枚122毫米火箭弹，可在20秒内全部发射，打击距离最远可达16公里，对步兵与轻型装甲车辆极具杀伤力。但它也有缺点，打击范围过大，难以实现精准命中。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是火力覆盖，通过密集火力压制敌人，阻止其推进。另一套系统是龙卷风，它机动性较差，搭载在更庞大的底盘上，一次齐射可发射12枚300毫米固体燃料火箭弹，射程最远可达约80公里，杀伤力远超冰雹。尽管威力强大，破坏性强，俄军这些系统的精准度却极低，他们的打击范围分散，无法通过单次精准打击消灭目标，而这正是海马斯的优势所在。俄军要摧毁一个目标，大约需要20枚龙卷风火箭弹。在俄乌战场上，你能看到俄军系统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弹坑。相比之下，海马斯能以高精度摧毁目标，同时最大程度保护乌军阵地。俄军还在使用威力极大的武器，这里指的是其武器库中威力最强的多管火箭炮系统。一旦处于它的打击范围内，绝无生还可能。它的弹药会耗尽区域内所有氧气，并产生强大冲击波，因气压骤变导致人体内脏破裂。这种武器的恐怖之处还伴随着其固有的精准度缺陷。TOS 火箭综合体并非为精准打击设计，而是用于区域覆盖、烧毁范围内的一切。该系统可同时发射24枚220毫米火箭弹，覆盖面积达4万平方米。幸运的是，它的射程有限，仅 6.4 公里左右，因此只能在战场近距离使用。在这场恐怖攻击后， TOS 试图迅速撤离以躲避反击，但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海马斯如同一把利刃，将这台可怕的俄军武器彻底摧毁。看看那冲击波，这是这套价值500万美元的系统被摧毁时产生的剧烈爆炸。俄军指挥部动用卫星与无人机，竭尽所能定位海马斯系统。在摧毁海马斯的尝试中，俄军已向诱饵目标浪费了数百枚精确制导导弹。乌军的这套战术确实有效，一个价值1万美元的诱饵，成功诱使俄军发射了1枚价值300万美元的导弹。这波交换很划算，不是吗？乌克兰人建立了各种模型的生产，与真实的海马斯外形几乎一致，内部还装有能模拟真实系统发热的装置，就像真的海马斯一样。而接下来这件事源于一个简单的人为失误，导致一套真实的海马斯系统损毁。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次常规操作，情报部门定位目标，将坐标传送给海马斯，目标被摧毁。侦察部队观察俄军装备燃烧，海马斯撤离发射区域。与此同时，试图定位海马斯的俄军情报部门发射无人机监视该区域，最终发现了目标。乌军当时认为俄军没有任何火炮系统能打到这么远的距离，因此没有对海马斯进行伪装。
但俄军动用了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它的射程可达483公里。忽视基本伪装规则，让这套海马斯的成员付出了生命代价。集束弹头在海马斯正上方引爆，引发弹药殉爆，将这台宝贵的作战车辆与训练有素的成员一同撕裂。人们常说规则是用鲜血铸就的，确实如此。或许你会问，什么才是海马斯杀手？如果认为伊斯坎德尔 M 能胜任，那并不完全正确。伊斯坎德尔 M 确实是一套先进的系统，但说它是海马斯杀手有点过。它机动性差，一旦被发现就无法快速撤离，这意味着它在战场上只要暴露位置，就会立即被摧毁。通常，它会部署在距离目标290至483公里的安全区域内发动攻击，因此主要用于防御行动与执行特定战略任务，而非常规作战。但海马斯不同，它在战场上灵活机动，逐个摧毁目标，几分钟内就能撤离消失。海马斯的武器库包括6枚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射程最远可达72公里。此外，它还可装载1枚战术导弹，用于执行最远306公里的远程打击任务。射程虽比伊斯坎德尔 M 短，但功能类似。俄军依赖的是火力覆盖，装备威力更大，但精准度更低。